不到怒气去崇拜，不得澎湃，不得悲哀。而我是大海之中徜徉的船，在海深处找你的未来。远方有声音在呼喊。I will follow you through the night， 直到爱的地平线，冲破所有阻碍 survive。Give me in the dark, be my light， 爱会像雨地平线，如此的深。Can you see us shine, shine？ 那你不妨听听看呀。你用你的金额入股同宇，全额抵押给同事，不分文不取。我答应你2年之内把中视所有的股份都一并还给你。另外，我再送你一份礼物，同宇30%的股份。你觉得够诱人吗？之前你不是说要给我一半吗？可是你没答应，你错过了。耍我！这个就是今天的价格，这是我刚拟出来的，已经签好了字，盖好了章。你拿过去签个字，盖了章给我。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作数。要是你不答应，可能下次连30%都没有。拿一个破楼的项目来跟我换刚刚买走了7家公司的晶核，你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那要看你把自己当什么。我给你24小时的时间，好好考虑清楚。我随时欢迎你过来找我。童总，合同签了吗？他没有签，但是我能看出来，清洁他非常想签。季东，啊，我可以确定通宇这个事情，一定是他动了手脚。不过咱非得整这么全吗？万一他要是签了呢？但合作我是认真的，只是一天一个价格，我是在逗他。1年过去了，咱们这个小对手长进了不少。你不给他点紧迫感，他怎么会露出破绽？还有，晶核股份置换的事情，他做不了主。从现在开始，找人24小时帮我盯紧他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给他钱用。知道了。哎，啊，这么晚了，不用去公司了，送我回家吧。咱这不就是回家的路吗？
前面拐2个红绿灯到了。我先睡一会儿，等一下到了叫我一声。好嘞。对不起，您拨。哎，送你们家童总回来啊？李总，是啊，我刚把他送回来，但是我发现他没带门卡，我回来给他送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家里也没有人，他没有门卡没上门。他回来多久了？也就10分钟吧。你亲眼看到他回来的？我掉过头的时候亲眼看见他上门。那就没什么事了。估计他发现自己没带门卡，然后知道我马上就回来了，然后就没给你打电话。门卡先给我吧。他应该就在附近，你走的时候帮我看一眼。他如果在附近的话，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那我院里转转。好。啊。哎，林医生，我们童总不能出什么事儿吧？我刚才回来的时候在青年路，这不已经在家旁边了吗？他还以为在公司那儿呢。没事儿，估计最近忙的吧，他也没休息好。放心吧，你先去忙，然后看到他给我打个电话。行，反正你在这儿我也放心了。好，好，那他要回来也给我来个信儿。好，放心吧。好，谢谢你。睡好。我找不到家了。知道你还没有睡，起来把药吃了吧。要聊一聊吗？我还能清醒多久？虽然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记忆认识、空间定向、情绪控制方面的障碍，但是你的语言交流、思维逻辑，目前看都是正常。当然，这不排除是你30年来诡辩锻炼出来的，这样也说明你的病情发展的相对缓慢，所以你要有信心啊。可是通野的周期至少还需要8个月，我需要最好的药，还有医治病情最好的办法。那你8个月之后怎么办？你没有那么长的假期吧？
阮律师，同事上次的赔偿合同你这儿还有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调查呢已经结束了，结果这2天就会公布。反正赔偿是早晚的事情。同事那边呢要求说快点结束这个案子，我也想赶紧把资料整理出来。合同我已经删除了，程主任那儿应该还有，你去问他要一下吧。好的。通宇我们不见了，我不管调查结果是什么，只要戴金杰还在这里，通宇就永远停工。我只要你看好同事，这个总可以做到吧？你明明知道他是来抢同事的，还要我拱手相让，我做不到。你难道看不出来？我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住同事吗？我答应他和他一起建成通宇工程，承诺他应得的，就是为了让他亲手拦下他所造成的一切危机。我必须要让他看到我的诚意。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时间，告诉他我建造通宇工程的初衷是什么。只有他心中的恨化解了，这一切才能够真正的结束。你别做梦了，我们谁都回不去了。我要是你妈，我也不会同意啊。戴金杰参股通宇工程，表面看是没有问题，但一旦同事抵押在中视的2成股份出现问题，不光是通宇工程，到时候恐怕就连同事都不由得你做主了。你再想顾全大局，也得想想自己的处境吧。我就是想太多了。我想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才会错过最好的时间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，不过还好，季东已经发现他跟谁联系了，只要我可以把握住这次机会，也许可以有转机。我知道，你想利用通宇工程的利益捆绑戴金杰，让他跟你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可他终究是一个不受控的人，更何况，恐怕他想要的更多吧。如果我现在推开他，恐怕就再没有机会化解我们之间的矛盾了。所以不管多危险，我都想试一下。你知道我说的是阮冠军。之前我去找多多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戴金杰车里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没跟你说。怕你冲动。你和多多和好了？你就当我没说。想好了，我入股通宇，但是我不会拿金河作为抵押，因为我没那么傻。说吧，你想要开什么条件？投资，按工程项目的地价来投资。该多少钱，我给多少钱。
工程事故之后，对最后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影响。这么快就想跟我共进退了，你不怕后悔吗？怕，当然怕。所以我已经替你想好了怎么来弥补。我洗耳恭听。我只出30%的钱，但是要占到50%的比例。合作愉快。你真的要和童卓瑶合作吗？我原本是想拿童宇的工程来拖垮他，但没想到他会变通，主动过来要跟我合作。那既然都这么唾手可得了，我为什么还要把金河给搭进去？可童卓瑶不一定会答应你的条件。为什么呢？如果通宇的工程陷入了僵持状态，他怎么跟股东们交代？这倒未必吧。我可听说股东们这2天都在为通宇度过危机松了口气，都安心的在等着分一杯羹。老实说啊，要不是不甘心想多赚点养老钱，我也一样，可能在家就等着数钱了。数什么钱？数他给你们那点施舍是吗？这就是你们想要的。如果他答应我的条件，我一步就可以跟他平分秋色。下一步通宇就是我的，再下一步，你懂的。童卓瑶也不是吃素的吧？当然，但是他抵押在中石的股份，合同到期了还不上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金河就能趁机吞掉童石。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白呢？我只是想要让那些股东们看一看，是他有能力，还是我有能力？没错，项目合作案也是比较常见的类型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利益配比，还有回收的时间，还有要注意的就是很有可能引起违约的情况，我们都要考虑进去。阮律师想得很周到啊，我们的法务工作就是要细致，不能有半点的纰漏。程律师是这样啊，您看啊，因为那个回收的时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今天约你出来，是因为我有事要请你帮忙。当然，你可以嘲笑我、骂我，甚至打还那2巴掌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既往不咎，那我林陆云一定回报。我今天之所以会来，是因为您上次还有话没说完。我希望现在把之前所有的事情做个了结。您请我帮忙的事情，连同事都解决不了，恐怕我也爱莫能助。是，你说的很对，但是现在卓瑶只听你的，否则我也不会出来求你。我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劝他，无论如何都不要和戴静杰合作。
和静姐合作。是，卓瑶要和他一起合作开发通宇，马上就要签合同了。可是你知道，戴静杰因为钟老遗产的事情恨透了卓瑶，而且他一回来，通宇就一团乱。他还假惺惺地说要合作，他分明就是想借着这个机会彻底搞垮童氏。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，他不可能想不到。所以，他就是鬼迷心窍了。他明明知道工程事故和戴静杰有关，他就是不肯彻查事故原因，匆匆善后，马上就要复工。他建好通宇就是……他这么坚持，肯定是有他的用意的。我是个外人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抱歉，童。我知道你是在怪我，怪我拆散了你们，可是卓瑶没有错呀。更何况，戴静杰之所以这么恨他，有几分也是因为你，不是吗？你现在就要撇清关系，你不觉得你太绝情吗？情分呢，是两个人之间的牵绊。1年前，多谢您替他打那一巴掌，彻底了断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希望他一切顺利，也希望您保重。如果他是为了你呢？他这么匆忙把通宇建好，是因为他要离开童氏。他不承认，但是我知道，他就是为了你。他要带你离开，就像当年带走欧菲一样。任曼君，如果他心里真的没有你，你以为我会气得打你？这1年多以来，他过得一点都不好。忙的时候，他干脆睡在办公室；闲下来，我常常看他拿着你的照片，一个人偷偷的流泪。他不在你身边，可是这1年多，他打给沐琛的电话比过去20年还多。他不在你身边，可是只要你一有事情，他马上可以放弃一切，不管不顾。你就是这么回报他吗？都是自动自然那一双话，然后呢，你把这个给他们都使用一下，感受一下好吗？我先过去一下，那边还有客人。你说这皇太后啊，还真会打如意算盘。当时觉得你是个麻烦吧，给你2巴掌，叫你滚远了。现在呢，觉得你有用了，又苦哈哈的上门打什么苦情牌，求你原谅。合着他以为别人都是为他们童家而生的。可是为什么卓瑶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过呢？也许只要他说没有，我就会信。可是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。他有什么可信的？他一边跟你信誓旦旦，一边又跟别人生了小孩儿。他有什么可解释的？他真的不接戴静姐电话，就不想问问他为什么和童卓瑶合作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……你看你吧，一听到童卓瑶有危险，你就心乱如麻。现在呢，戴静姐跑上门来献殷勤，你却避而不见。
你心里爱谁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我只想要知道，主要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好，我帮您老人家，我现在就给袁振明打电话。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在门口等啊？进去住。哎，别进去，怕你污染了我的店。明天呢，就在这儿贴一个告示，上面写着“袁振明与狗不得入内”。好，那我们去车上说。别，就这儿说。我只有一个问题：童卓瑶为什么要跟戴靖杰合作？李多多，你半年不见我，你主动打电话找我，就是为了问别人的事情是吗？说的没错。那我要亲口跟阮文军说。怎么进来的？你不关心女主人在门口等，你还不让我弄个房卡呀？房卡，来，我看看，给我。凭什么？什么凭什么？你凭什么在别人那儿吃了闭门羹，回来拿我撒气？你怎么知道？好奇怪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问你呢。说话！阮文军下午出去了，是林露云找他。所以他不敢见我。我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他只有童卓瑶。我告诉你，到最后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混蛋！他明知道自己在冒险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你说，要是戴靖杰突然中途反悔，单方面毁约，会不会出什么乱子啊？我只知道他想尽快把通宇建成，因为完成这个项目，他就可以离开童氏。好啊，你是不是跟皇太后串通一气？之前童卓瑶为了那个破童氏，伤透了别人的心，现在又假惺惺的说要走，谁信啊？反正就是不愿意相信我，我也没办法。说什么呢？没头没尾的，把话说清楚。多多，其实我也问过他，但他也不肯跟我说，总说没有时间，来不及了。我估计啊，他是后悔为了江山失去美人，怕时间长了夜长梦多，两个人关系渐行渐远。毕竟我是前车之鉴嘛。大概了解了，谢谢。听到了吗？曼君说他了解了，你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可以走了。
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做？离婚？离婚和我有关系吗？你不是说了，你和我之间就是一场游戏，现在游戏结束了 ，game over， 可以走了。多多，别碰我！就算你功成身退，行了吧？不愿意走是吧？好，那你杵这儿，走，安静，我们走，走。你就一个人自己在这儿看店吧，坐。哎，其实我真的想不通，像戴锦杰这种有仇必报的人，他现在又说跟你重新开始，不会是逗你玩吧？怎么可能重新开始呢？不过你也不能让我眼看着他做危险的事情不管不顾吧？那他这次不会像之前一样，又要利用你对付童卓瑶吧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必须离卓瑶远一点。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呀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只要我在他身边，我就能知道。刚好路过，我送你上班。好。有什么急事吗？没有，推销掉了。你先说。有一家餐厅鱼不错，想问你，晚上要不要一起？好啊。下班我来接你。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我把收钞拿出来，罗娟居然说不是他自己写的，这都什么人呢？我们给的赔偿金比标准高了将近1倍，还不满足吗？再给他拿20万，还给啊？你去当证经啊，让他们做一份保密合同，然后你跟程律师说，这个钱，他如果想拿的话，必须把合同签了。这无法不填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自己去。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西佳，你没事吧？我去下保洁。没关系。没事。西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我约了阮万军，没空，你也别搞什么小动作。
公苦多时了，上车。曼君姐，找我有事儿，西佳？对呀，洋洋爽约了，我能跟你们一块儿吃饭吗？你们不介意我当电灯泡吧？今天可能实在是不太方便，改天吧，改天我请你们一起。我开玩笑的，是因为何瑞那份合同有问题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明天再给你吧。明天下班之前吧。哎，先走了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？之前我去找多多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戴静杰车里，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就没跟你说，怕你冲动。怎么不做呀？请您赐座呀。哎呀，真是难为你了，还有心思开玩笑。没关系，你说。没关系，你接吧。你说，不重要。我先去洗手间。哎，钱你是不是拿到了？他老婆的赔偿金也拿到了，对吧？好，如果说你们对这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不太满意的话，那就给我滚蛋，滚出这个城市，懂吗？女士，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吗？哦，手机忘了拿。好的。原来在这儿，我还到处找呢。没关系，有了我送你新的。不能有你的吗？都是你的。好吃吗？这儿的菜还不错啊。我也觉得。
卓瑶，开门！童卓瑶，你能不能把药吃了？你这闹情绪啊！你怎么对的他？你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让他受得气，让他受的委屈？他明明应该得到幸福，你给过他吗？我告诉你，姓童的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想给他幸福，你就给我放手。童卓瑶，卓瑶，卓瑶，你怎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你没事吧？卓瑶。经历过风雨的洗礼，风景才更迷人清晰。沿途中最美的场景，是我们遇见彼此。想你的呼吸渗透心底，想念都蛰伏在深夜里，每一次的触及，为爱留下痕迹。最亲爱的你，在心里命中注定是你，多远的距离，爱左右随行。Oh the feelings, oh my loving for you。最亲爱的你，我决定要勇敢不放弃，哪怕我们与全世界为